悲剧、惨剧、闹剧。你看啊，这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。喂，曾书记，超市已经有群众哄抢水了。人言可畏呀！我已经通知金市长，让他安排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的人对全市的自来水进行抽查，很快就会出理化结果。未卜先知啊！哪是我呀？是赵院长和杨主任他们怀疑自来水可能出了问题，跟上周雨灾污水倒灌可能有关系。难道自来水真的有污染吗？现在我只能说，不好说没事儿，等结果吧。我在微博、微信上看到自来水里有剧毒，毒死了好几个人。你们政府还试图隐瞒，是真的吗？我知道渤海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的压力一定很大。如果心里难受，别憋着，那你就给我打电话吧，我一直开着机。昨天防疫中心完成了水质化验，发现钢厂宿舍区的自来水确实遭到了污染，应该是上周雨灾污水倒灌引起的。自来水的氮胺亚硝酸盐呢都严重超标，跟那个芦潮河和南山湖的污水特质相同，但是绝没有达到谣言所说的剧毒还毒死人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钢厂的员工是喝了被污染的自来水时发病的，并非传染。目前来说，这肯定是个诱因。至于有没有并发传染病，那要等到防疫中心的化验结果出来，我们才能最终确认。金市长，自从昨天传出了自来水有剧毒这样的谣言之后，全市都出现了一个抢水的情况。对此，咱市政府对于居民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事实胜于雄辩的，一会儿让大家眼见为实。今天把你们栏目组请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好，金市长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市长辛苦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来呢，给个说法。好嘞，走，我们进去。行。薛局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了，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渤海市市长靳海东。从昨天晚上有传言说，钢厂宿舍区的群众因为喝了含有剧毒的自来水，导致中毒身亡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十足的谣言。实际情况是这样，化验结果表明，钢厂宿舍区的自来水确实遭到了局部污染，但是在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的紧急抢修过排水之后，被污染的自来水已经全部的排除。现在钢厂自来水经过化验检测，已经达到了可以饮用的正常水平。我现在呢，就证明给大家看。大家请看。很抱歉，让大家担心了。金市长这鼻子走投无路了。比着作秀呗，市长啊也很拼。老头儿，这事儿你干得漂亮啊！来干一个。谢豪叔。我说说，下边还有什么高招啊？这个可以有，必须有。我的团队已经跟我说了，
就金市长喝水这件事，就可以做他一个大文章。这怎么讲？郝叔，您看啊，现在这个金市长只说钢厂自来水被污染了，治理好了以后就可以喝了，但全市的自来水都安全吗？他只字未提呀。就这事儿，咱们就可以做他个大文章。哎，这回钢厂这10几个病人，还真跟这自来水有关啊！那咱蒙对了。那是。现在老百姓已经开始不相信他了。哼，网上已经开始质疑金市长喝水作秀的消息了。那正好，咱就给他来个推波助澜。郝叔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是这么分析的：自来水污染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大事儿，不是说你一个市长喝2口水，然后再做个秀就可以解决的。为什么咱们自来水会污染呢？到底是因为道德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泯灭呢？错，是咱们的湖水被污染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关系到全市老百姓喝水的民生大事，不是说你一个市长一晚上就可以摆平的。你就跟我直说吧，你有什么大招？我现在啊正憋着一波大的呢，现在我已经在部署了，您看是发还是不发吧？不发呢，我也不退钱了。发呀，必须发，当然发。如果是这样，郝叔，那就祝咱们成功吧。好，来坐。曾书记，曾书记，曾书记到了，我们准备开会吧。这是应急小组今天的简报，我把它打印出来，你看看。每一篇都是10万以上的流量，这么多，翟董事长，我们要做好走红的准备了。曾主席，我现在今天这个会你来主持，我不参加了，我也去超市买点水喝。吕正，通知相关部门马上启动城市供水系统1级应急方案，紧急从周边地区调运矿泉水和桶装水，免费向市民提供。还有，每2个小时向市民通告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进展情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先别办，刚刚凤山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，让你给凤山书记回个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还有，你看一下网上吧，涨过了。啊？任局长，马上部署警力，在大小超市和重点的商业区、繁华区，一定要大家加强巡逻，防止打砸抢事件的发生。但是现在巡逻任务已经大大的超出了警力负荷，压力很大。跟同志们讲，一定要顶住压力。我已经启动了城市供应水应急方案，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，大批的城市饮用水会到我们渤海。请曾书记放心。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我会尽全力完成任务的。好。
麻烦您到地儿了，一共是25块3。劳驾您到地儿了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在这下了，麻烦你把我送到火车站。哎，好嘞。咱们俩别像个闷葫芦似的，有意见提吧。有意见，但现在不想说。那行，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说。咱们俩今天的状态都不好，可能是太疲劳了。我先走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想法？我在渤海待了20多年了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局面。要我说，凤山书记，刑事问罪来了，快接吧。凤山书记您好。曾远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正在和金市长谈工作。那正好，打开免提，我和你们一块儿说。好，那我免提。凤山书记，你好啊，您请说。我问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些群众正在接受检查和治疗，因为相关的病理报告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向公众公布。有没有病逝的呀？这个绝对没有，那都是谣言。凤山书记，那只是极少数人恶意重伤。我们现在正在做辟谣的公告。那抢水也是谣言引起的吗？啊？目前我们只发现钢厂宿舍区的自来水系统被污染，这也许是群众住院的病因呢。由于你们对16名群众住院的消息秘而不报，群众已经对政府不信任了。这是你金市长就是喝1万杯自来水也无法挽回的这个政府信誉。凤山书记，我承认，我们这次在群众面前没有做好姿态。凤山书记，我要做检讨啊。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我还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老思想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我们党一再强调，要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。你们可倒好。行了，检讨先不要做，你们告诉我如何处理现在这个局面吧。我和金市长正在讨论下一步的措施，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挽回政府的形象。行了，研究好了马上执行，不要再向我汇报了。我明天去一趟渤海，我们见面再谈。老领导坐不住了。海东省长，你不是想听我对你的意见吗？我现在说，坦白的讲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局是我们一手造成的，说白了，就是捂事。结果事情越捂越大，直到我们捂不住了。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，责任咱们俩一块负，不分主次。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，对于这个决定，我可以负全部的责任。如果你对我这个决定有意见，请你保留。你说，我的决定是这样的：明天上午召开发布会，同时发布政府官网和有关部门的公告，接受媒体的拷问和群众的质疑。曾书记，听我把话说完。
这次发布会我来主持，你如果有事情可以不参加。我不同意你这个决定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你有个人意见可以保留。曾如军，你把我金海东看成什么人了？我是个老党员，我知道我们的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无论面对什么，我都不可能让你自己去承担。我刚才也表了态，这件事情我负主要责任，应该由我面对大家，应该由我去向老百姓道歉。曾如军，你要是看得起我金海东的话，就请你答应我的请求。蔡董事长，这是我到渤海上任以后，我听到的最让我感动的话。曾如军，明天的会议我主持，你补充发言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，我24小时开机。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渤海市市长靳海东。今天呢，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就是想说明，因为我们在工作上的保守，造成迟迟没有向社会、没有向媒体朋友公开钢厂宿舍16名群众住院治疗的事实，包括钢厂宿舍自来水疑似污染的情况，导致引起公众质疑，也给谣言传言可乘之机，给渤海市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为此，我代表市政府向渤海市人民群众道歉。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公布消息，钢厂宿舍区自来水污染被谣言扩大为全市的自来水污染。因为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，让全城的百姓抢购饮用水，造成全市水荒。我作为市长，万分惭愧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只能再次诚恳地道歉。下面，请曾燕来书记补充发言。大家好，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好。我觉得刚刚金市长的发言，代表了我的心声，更代表了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心声。我只补充一点：24小时之内，在我们的自来水调查报告没有出来之前，我请钢厂所在区域的市民不要直接或间接的饮用自来水。在这段期间，你们的饮用水由政府免费供应，我们饮用水的储备量是非常充足的，而且我们还从周边地区大量的调集来了饮用水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谢谢大家，我的话完了。接下来呢是记者提问时间，请各位记者举手提问。哎，姐。东西在后面。哦。
燕兰呢？曾书记在上面开会呢。好，前面这位您知道。金市长您好，我是电视台观察栏目记者吴诗慧，请问病理报告何时能出来？就在今天，一旦出现结果，我们第一时间公告。金市长，我打断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病理报告出来了。防控中心通过对老鼠和病人的双重检验报告，结论不是传染病。根据病理报告和自来水理化实验报告，现在可以基本确定，16名群众是饮用受污自来水引发的氮胺中毒。这里还有渤海医院赵院长的报告。ICU 的病患者在针对性用药以后，均已脱离生命危险，病情逐渐好转。隔离病房的病人已经转入了普通病房，只要不影响治疗，现在病人及家属都可以自愿接受采访。报告完毕。陈书记，我马上把宿舍隔离区的警戒给撤了。呵，哎呀，这几天太忙了，弄得有点乱。哎呀，放下。啊，太脏了，我擦擦。你妈妈不洗能擦吗？那我洗洗。卫生间在哪儿？那边。去给我买点吃的，我饿了。哦。那个，咱喝点茶吗？那要不喝点酒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不好回答。好，那我来帮你。我给你3个选择：第一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；第二，压力太大没有心情；第三，当了市委书记。我想你。真的想我？那请你以后换一种方式，不要不理我，我怕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不过，教训是深刻的。既然你们说了要将功赎罪，那我也不说什么了。以后我可看你们的表现了。别客气。18年前呢，我到这渤海市当市委书记的时候，这南山湖水还是清的。
草长莺飞，鱼肥水美。可是你看看现在啊，它变成了一个脏湖、臭湖、污水湖。这都是我们这些年啊，只抓经济建设，忽视了环境保护欠下的债。可是这笔债呢，现在却让人民来偿还。由于河水倒灌，造成了群众中毒。他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。以前都是我们目光短浅，认识太有局限性。是啊，现在认识到了，但是也积重难返了。为了治理这南山湖啊，政府前后一共投资了50多个亿，历经几任领导班子，但是都没有治理好。它都快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。不瞒您说，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。原来啊，我深知道治污难，但是我还是想难为你曾书记一下。你能不能还渤海市人民一个清澈干净的南山？您记得我答应您到渤海当市委书记时候跟您说的那句话吗？啊，我现在还想听你再说一遍。我一定殚精竭虑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都快下班了，把你叫来，想跟你聊几句。咱俩还客气什么？有话你说。有个事儿啊，我是琢磨了一段时间了。我直说，我打算撤回我的 B 方案。我确实在你那个方案提了一些意见，但是这些不足都可以上会，通过讨论去完善。不是完善的问题，除了通江达海的项目，其他的我都打算推倒重来。是不是凤山书记找你谈话，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啊？是，可不完全是。怎么讲？怎么说呢？我到渤海有几个月了，是吧？我有很多个没想到。先是没想到郭强书记邀请我来参加渤海规划建设的研讨，没想到他就出了车祸，我就意外地成了空降的渤海市市委书记。这见面会还没开呢，没想到就赶上矿上的群发事件，这一堆事儿我还来不及应付，后面又是一大堆事儿来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救火队员，整天忙着扑火，可结果呢，火没被浇灭，反而是越烧越旺。而面对这样的现状，我拿出一套治理渤海的综合方案，你说能是严谨的吗？能是科学的吗？曾书记啊，您谦虚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和几位同志都看了你的计划，的确是觉得眼前一亮。我不是夸你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拿出这么周全的计划，很不简单。其实啊，做一个战略方案的文本，对于我这样一个政策研究室出来的人，不是什么难事。但现在渤海需要的不是一个文本，它需要的是针对渤海的现实和现状，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，否则，这些全是纸上谈兵。曾书记，你这份坦率啊，我非常欣赏。但是我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？通江达海的项目，咱俩达成共识了，你放手去干，你主抓，给我点时间，
我想做深一层的调查研究，如果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，你帮我协调。我全力支持，我尽量配合好你的调查。你准备从哪入手呢？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，我想吃的第一口就是卢潮河和南山湖。你还想吃乌？确切的讲，环境综合治理。曾书记，晚上一块吃个饭吧，反正你也是一个人，回去也闷得慌。今天不行，家里有人等。有情况？未婚妻从省城跑来看我来了。是吗？那你还跟我聊这么久，还不抓紧时间回去？还行，不是太晚。我早就听说未来的弟妹是个很棒的摄影师啊，谈不上，老拍那些什么艺术的作品，我也看不懂。那现在怎么打算呢？什么时候办事儿？你可不能再拖了。本来早就准备好了，新房都装修了，这不是因为寿命，又把这结婚的事儿给耽误过去了，都跟我急了，跟我冷战了好长时间。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？怎么打算？连蒙带骗，我也得让他来渤海，要不这婚这辈子都结不上了。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。哎，回来了。没吃饭吗？我去给你热一下。哎，吃了，我在学校食堂吃的。我也刚回来，本来是跟曾燕来聊几句，结果呢，一聊了2个多小时。看来你们今天聊得还不错啊。还行吧，跟他一深接触啊，感觉这个人呢，没那么多弯弯绕，挺直接，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人。那他应该到我们学校来当党委书记，而不是做渤海市的一把手。他要去你们学院当书记啊，你就没戏了。哼，他才瞧不起我们这个小庙呢。我倒不怕他把我挤走，倒怕他呀把你给挤走了。你又来了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他一来就咄咄逼人的对你和老郭的方案提出质疑，一心想搞什么别出心裁。你不得不说啊，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理想和热情，但是被他这么一干，弄了一大堆的面子工程。那上面当然喜欢了，可是后面呢，落了一大堆的烂摊子让你去收拾，你愿意吗？万玲，你能不能境界高一点？我今天晚上跟曾燕来谈的，就是要收回他那套方案，而且呢，他自我检讨盲目冒进，原定研究 B 方案的常委会也取消了。真的？当然。他已经同意实施你和老郭的方案了。同江打海一定要上的，但是港区置换土地搞开发，还得搁置一段。那他到底想折腾什么呢？我感觉他对卢潮河和南山湖的污染治理有兴趣。我就说他好大喜功嘛，一个港区建设，哪是他曾燕来的下饭菜呀？他要搞政绩，那一定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抓手，而且还得是民心工程。治污是个高招，环境治理谈何容易？污染治理不仅是一个民心工程，而且还是个面子工程。只不过他花的这个钱谁给？这也是我最担忧的。渤海市的污染治理，从凤山书记开始，到郭翔书记这一届，就一直往里投钱，再往里投，已经是力不从心了。不能让他任性，你一定要干预他，不然渤海市的财政就被他拖垮了，你这个市长就完了。你这宜港新市还要实施吗？当然要实施啊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不仅要实施，而且还要扩大。怎么扩大？给你讲讲。你坐这儿。
我一说这就来劲。我告诉你，从卢潮和南山湖的治污入手，最终带动全市的产业升级，综合治理全面发展。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，我就知道啊，治污要花很多钱，你们政府能承担得了吗？这正是我的忧虑，甚至我可以告诉你，是我们整个领导班子的忧虑。可有时候我想啊，你说咱们发展经济是为什么？那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吗？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？吃得饱，对吧？睡得香，有地方住，这就叫美好生活了吗？不是啊，以前咱说是这样，可现在呢？随着咱们国家的日益昌盛，随着老百姓物质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对于幸福这个概念，跟以前比已经完全是天壤之别了。什么是幸福？我上班出门，我想看到的是蓝天白云，而不是层层雾霾。周末郊游，我带着老婆孩子，我想看到的是绿水青山，感受到的是鸟语花香。而这些需要的是我们这些建设者改天换地的勇气。此处应该有掌声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信我的，渤海的未来一定是无限美好。所以，综上所述一句话，渤海人民需要你。哎，别把我架那么高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我知道渤海啊，也就某一个人需要我。可别人的需要还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没出息，这东西也没办法。我们面前的这个卢潮河呀，直通下游的南山湖，就是这样一条河，既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水源，又是这座城市啊污水排放的通道。多年以来啊，这个城市内排放这个污水啊、废水啊不断增加，这条河啊早就不堪重负了，这个污染啊是不可避免的。现在这个治理城市污水的这个办法呢，大多都是在这河上面啊修建一根这么大的管子，不让污水呢直接进入这个河流，流到那个下游的污水处理厂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厂。这污水经过处理呢，达到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，再重新排放进卢潮河，通向南山湖。也就是说，通过你们污水厂处理的水就可以达标了，是吧？通常情况下是这个样的。那这还有非常情况啊，这个非常情况啊，指的就是污水排放量突然增加了。比如这个汛期，因为老城区这个基础建设比较落后，雨水和污水呢就合用了一条排水管道。只要城市里的降水量大幅度的增加，这个污水处理啊我们就应付不了了，就会导致这个排出的污水和污染物超标，造成河道和湖泊的污染。甚至不得不让一部分雨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河道。就拿前2天发生的特大暴雨来说吧，就出现这种情况。具体的说呢，就是城市低洼处出现了污水溢出或者倒灌的情况。一旦有这个情况呢，就会造成街道和居民区的污染。那边看看。我们渤海市对污水处理的能力到底是多大呢？我们目前有一个90万吨的运行模式，这个模式相当于1年当中，大多数情况下污水处理啊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一遇到雨季啊就不行了。你像每年这个下大雨啊、发洪水啊，其实也就那么几次。但是每一次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。哎，林厂长，不对啊，这个我们有一个雨季的雨水处理运行模式，好像有30万吨的雨水处理能力。齐副市长，确实呢有这样一个系统，但是不是30万吨，而是25万吨。那雨天为什么不开启这套设备呢？虽然这套设备已经建成5年了，但是从建成的那一天起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就从来没有开过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这一开啊，这环保局这罚单跟着就来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罚款呢？
因为这个环保局啊，对于这个污水处理和雨水处理啊，它这个水质检测标准是一样的。这个雨水呢混入这个污水，这个雨水的处理方式呢就是简单的过滤沉淀。经过处理的雨水啊，就达不到环保局的标准了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环保局啊就会罚我们污水处理厂的款。那罚我们的款，我们就没法干了。没法干的结果呢，这雨水啊就会直接流入河流里，流向这个南山湖了。哎，林厂长，我问你，那为什么不设定2个检测标准呢？我们这个情况啊，已经向上面反映了好多年了，一直得不到解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做事情都各为其主，各自为政。我们处理水呢是有成本的，那我们花了钱找谁去收费啊？还有啊，我们处理1吨水，这市里给我们多少钱？我们怎么定价？我们找了这个财政部门，财政部门不给我们定价，说这个雨水是季节性的，没办法定价，所以我们也很无奈。我好像明白了，这个定价由财政局管，检测呢由环保局管，河道又得由水务局管。